一辆白色耐智捷正在路上疾驰，车上的人南区分局重案组的警员吴英雄，他的目标是一辆被歹徒劫持的运钞车。吴英雄刚刚上任不久，首次办案就上演了一出惊险的夺命飞车追逐大戏，一路上不知毁坏了多少条街区，最后虽然成功拦下了歹徒，运钞车却毁于一片火海。吴英雄的英勇表现非但没有得到嘉奖，上级还认为他有暴力倾向和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，便要求他去做心理评估。在评估结果出来前，他被限制外勤。此时，海港城另一头的废弃大楼内，黑帮三联会西塘口正在处置一个叛徒。帮会的同辉干事徐达夫出言求情，堂主却坚持要他亲手将其除掉。然而还没等徐达夫动手，一个异同的男人就将叛徒割了喉。此人名叫阿童，和徐达夫一样的品级，是个冷血杀手。徐达夫虽然是黑帮成员，但他多半是走后门来的，和杀人不眨眼的黑社会比起来，他胆小怕事，十分惜命，就连出去收保护费都只是站在后面吓唬吓唬人，是个色忍内力的小角色。堂主接到电话要到越南处理事情，许是知道徐达夫的性子，便将用来交易的100万美金交给他保管。放在以前，徐达夫一定老老实实看着这笔钱，但这次他的心思却活络起来。徐达夫找到管码头的袁哥，两人私交甚好，在他的恳求下，袁哥给他介绍了一笔走私钻石的生意，一进一出只需要3天。袁哥嘱咐徐达夫一定要小心行事，如果出了差错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徐达夫联系了卖家，拿到钻石后又找了黑市的假霸联系买主，很快就有人愿意花200万美金拿货。这无本万利的好事让徐达夫心情舒畅。就在这时，一宗命案引起了吴英雄的注意。死者名叫刘富南，死因是太阳穴遭受枪击，颈部有被钢笔刺入的伤口。死前曾吞下一只手机，手机上有一条未完成的简讯，是关于某项交易的。吴英雄整理了案件的相关资料，向组长申请调查此案，结果却遭到严词拒绝。这时，刘富南的手机上收到一条简讯，对方表示交易地点约在码头的10-2号仓库。与此同时，徐达夫带着钻石来到码头交易，结果却遭遇了一伙来路不明之人的袭击。对方个个全副武装，甚至出动了直升机，目标似乎就是徐达夫带来的钻石。一阵强火力输出后，买方汤先生以及他的手下被悉数击毙，钻石也被这群人带走。拎着钱箱左躲右藏的徐达夫逃过一劫，却被后来赶到的吴英雄抓了正着，手里的钱箱也不知所踪。吴英雄向总部传达了现场的情况，无线电被神秘人截获，得知现场还有活口后，便开着直升机返回码头灭口。吴英雄带着徐达夫左躲右闪，对方的强火力让二人有些吃不消。如果说仅仅是为了200万美金的钻石，实在没必要这样大动干戈。他们要找的究竟是什么？吴英雄顾不得细想，码头成了一片废墟，再这样下去，他们都会死在对方的枪口下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队警察赶到了现场。这伙神秘人不方便和警察打照面，射出一颗炮弹后不再恋战，离开了现场。这支荷枪实弹的队伍来自特勤局，队长欧文斯马上对外宣称徐达夫是一个穷凶极恶的毒贩，并将通缉令发给警方。吴英雄接到通知后，要求徐达夫如实供述自己知道的事。徐达夫百口莫辩，只能交代了交易人汤先生这条线索，并拿出自己的手机把交易信息给吴英雄看。吴英雄发现这个汤先生正是给死者刘富南发送交易地点的人，于是吴英雄请同事小绿继续帮自己查尸体上墨水的来源及去向，以及追杀徐达夫的直升机隶属哪个单位。随后二人来到汤先生下榻的酒店，此时他们还不知道汤先生已经死在了码头。在前台的带领下，两人来到汤先生的房门前，门把手转动了一下，屋里应该有人。为了防止徐达夫逃跑，吴英雄将两人铐在了一起。这时一个老外朝他们走来，看样子似乎不是普通的房客，双方随即大打出手。这时屋里的人也有了动静，不是汤先生，而是一个女人，她手持高科技发射炮炸晕了老外。与此同时，特勤局的人也赶到了现场。一场激烈的枪战过后，女人利用同学的发明跳楼逃走。吴英雄想要弄清对方的身份，也紧随其后跳下，最后却跟丢了人。目前为止已经有好几波人出现，直升机人马、特勤局、老外杀手以及这个女人。吴英雄更加确定箱子里装的不可能只有钻石，但到底是什么，徐达夫也是两眼一摸黑。目前仅剩的线索就是这场交易的中间人假霸。徐达夫表示，在找假霸之前，他要先去见一个叫小晴的女孩。他之所以干这一票，就是为了带小晴离开。徐达夫依依不舍地向小晴告别，只怕这次会是永别。等在一边的吴英雄接到特勤局的电话，队长欧文斯命他看好徐达夫和箱子，他们的人很快就到。但此时徐达夫手上根本就没有箱子。欧文斯对吴英雄的手机讯号进行了跟踪定位，带着 SAG 队伍整装出发。SAG 旨在消灭并非逮捕。下属李志勇对此表示质疑，欧文斯却态度坚决。等待的过程中，
吴英雄接到小绿的电话，墨水这条线索有了新进展。据商家所说，订这种墨水的只有文学社和情报局。吴英雄闻言马上警觉起来，看来特勤局也并不是铁好人。等欧文斯赶到的时候，吴英雄和徐达夫已经逃走，他们再次无功而返。眼下能相信的只有自己。吴英雄放弃了带徐达夫回分区的决定。通过徐达夫的关系，吴英雄买了一只反追踪的手机，第一时间联系了小绿，希望他能帮自己调查一下特勤局。随后二人来到贾爸的住处。那日在汤先生房间的女人也出现在这里，女人名叫范宁。据她所说，众人争抢的那个箱子里不只是钻石，还有反物质炸弹。这是一种能量巨大的爆炸物，由一个叫朴磊的博士研发，后来被一个名为潘达瓦的组织抢走，也就是那帮老外的组织。这个组织和军火商联手发展了炸弹，再后来炸弹被盗，最后经走私来到海港城。潘达瓦组织的人一路追来，并扬言要在这里引爆炸弹，这也是范宁到这儿的目的。朴磊博士是他父亲的学生，老师过世后就担任起了抚养范宁的责任，所以范宁无论如何都不愿让朴磊博士的发明成为杀人工具。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众人来到贾爸的办公室，希望能从交易中找到一些线索。果不其然，贾爸的计算机在交易前曾遭到入侵，他顺势入侵回去，下载了对方最近浏览过的几个加密档案。这时潘达瓦的杀手来到办公室，双方短兵相接，一场枪战爆发。面对重火力攻击，吴英雄几人明显处于劣势。就在双方只有一墙之隔的时候，对方却忽然放弃击毙他们，安装了2枚定时炸弹便扬长而去。出口被封，通风口成了唯一的逃生之门。贾爸在枪战中身受重伤，他将下载了档案的 U 盘交给吴英雄，让他迅速离开。眼看炸弹就要爆炸，吴英雄只得放弃贾爸。劫后余生的几人回到范宁的住处，破解了加密档案的内容。这是一个有坐标和时间的地图，显示的位置是时代广场的地下停车场，那里即将举办一场盛大的音乐节。时刻监控范宁电脑的特勤局也得知了这个坐标。此时引爆海港城的传闻不胫而走，城内流言四起，人心惶惶。吴英雄3人马上驱车赶往时代广场，范宁在外接应，吴英雄则带着徐达夫去拿箱子。2人来到地下停车场，直升机上那帮人拿着箱子下了车，吴英雄也不讲究什么战术，站出来就是一顿硬刚，抢过箱子扔给徐达夫，让他去和范宁会合。这时欧文斯带着大量人马赶到，双方二话不说照面就是打，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。如此说来，能给他们下达不同命令的也只有特勤局的高层。直升机组的少校倒在自己人枪口下，临死前还在喃喃地说被自己人背叛。离开停车场后，徐达夫并未和范宁接头，而是带着箱子和自己的小弟以及小琴回合，准备逃离这片是非之地。一行人来到码头，却被西塘的杀手大同拦住了去路。2个小弟重情重义，让徐达夫带着嫂子先走，他们留下来断后。徐达夫逃走后还是觉得这样办事不地道，他让小琴先走，自己折返回去帮忙。此时2个小弟已经浑身是血的躺在地上，徐达夫见状气血上冲，有了怒气加成的他很快就撂倒了大同，只是小弟们也已经无力回天。事情告一段落，吴英雄和徐达夫先后被逮捕，箱子也落到了情报局手中，局长签署了保管协议，准备将炸弹送往纽约。所有和线索有关的人都被灭口。欧文斯也察觉到了特勤局有内鬼这件事，只是他不知道这个内鬼就是局长乃至更高层的人物，他们亲自操盘了整件事，就是为了达成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。这个目的我们后面会解开。吴英雄和徐达夫被带往特勤局，中途却遭到劫杀，欧文斯神兵天将救下了他们。他原本只是按照命令做事，现在事情的发展却愈发蹊跷。也许吴英雄的怀疑是对的，炸弹即将被运往纽约。欧文斯将航班信息告诉吴英雄，随后吩咐人定位了李志勇，这是他的初步怀疑对象。然而还没等他有所发现，就死在了潘达瓦的暴徒之手。吴英雄和徐达夫则马不停蹄赶到机场，斥巨资买了2张商务舱的票上了飞机。潘达瓦的暴徒也登上了飞机，并用特殊渠道将枪支弹药带了上来。飞机起飞后，他们挟持了机上所有人员。李志勇果不其然就是内鬼，他威胁机长关掉接收器，将目的地改到马六甲海峡，并设置好自动驾驶模式，最后开枪将其射杀。所有乘客被赶到飞机尾部看押。贾爸死而复生，变成了潘达瓦的首领。原来真的贾爸早就被灭口，他是个实打实的贾爸。贾爸带着炸弹来到货舱，通过李志勇获得授权后杀掉了他。此时吴英雄成功制服了看押众人的暴徒，和徐达夫兵分2路前往货舱和驾驶舱查看情况。发现机长已经下线后，马上在乘客中找到一名会开飞机的工程师。这个工程师原先做过电讯驾驶员，也就是坐在一边看机长开飞机，
所以并没有什么实操经验。但眼下情况紧急，只能硬着头皮上。此时，吴英雄在货舱和贾爸的手下大打出手，对方身上的一枚炸弹意外滑落，将飞机炸了个口子，机身急速下坠。好在工程师给力，成功控制住了飞机。贾爸的手下掉下了飞机，吴英雄找到了那枚炸弹，正小心翼翼上前查看时，贾爸突然冒了出来，表示炸弹还没完全启动，不用那么小心。说着，二人便扭打在一起，吴英雄落于下风，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许氏觉得胜券在握，他将事情的来龙去脉悉数讲给吴英雄。原来贾爸并不是潘达瓦的人，而是军火商。潘达瓦极端爱国组织不过是他创造出来唬人的。2个小时后，携带炸弹的飞机会在潘达瓦军事演习基地上空爆炸，让他们误以为受到海港城袭击，从而挑起双方纷争。总之，军火公司的目的就是给潘达瓦制造数不清的战争，然后从中攫取利益。这一计划，海港城的一些高层也参与其中。说完这一切，贾爸准备将吴英雄推下飞机，结果得意忘形，自己掉了出去。解决完人，就要解决飞机本身的问题。因为爆炸，液压装置遭到破坏，前轮无法正常放下，眼下只能手动放轮。于是吴英雄努力克服自己恐高的心理，绑上绳索来到机身外部，放下鼻轮后，却被工程师告知还要解锁鼻轮中间的液压装置。吴英雄只得前往更危险的地方解锁装置。一番惊心动魄的操作下，飞机终于平稳降落。吴英雄真的英雄了一次，他不仅挽救了全机人员的性命，甚至阻止了一场战争。这其中徐达夫也出了不少力。吴英雄知道他不是个坏人，于是便破例放他离开。这种行为在国内来说是不可取的，公是公，过是过，在法律面前都是要一一清算的。